近日，印度空军司令参谋长在参加印度智库的会议上宣称，目前印度不可能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不仅是现在，而且将来也不可能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目前印度主要的战略目标应该放在巴基斯坦身上。印军为何突然这么说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能够从一向歪歪中印冲突的印度军队高层听到这样的声音实属不易。早在今年夏季，印度针对中国挑衅频频，陆军边境升温局势，空军炒作阵风战机可攻击中国内陆，海军人士则表示要截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印度所做的种种一切都是为了给中国使绊子，为了给美国大哥递投名状。印度是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四处找中国麻烦，极力配合印太战略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为什么印度这次又转过弯了，一改往日的强硬态度，突然变成了贤者模式呢？我们可以抽丝剥茧，综合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下。一，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中印两国虽说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印度除了人口，无论是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科技、工业等实力，远远逊色于中国。其经济实力相当于中国的 16%， 而国防预算竟然高达中国的 40%。可见印度对军事的资金投入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国家。军事实力，中国远超印度，无论是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是印军所无法比拟的。科技和工业两项就更别提了。中国经过50年代至今的工业化之后，正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而印度只能说初步的工业化体系都未建立完整。至于针对印度前一段时间宣称的陆军20万大军可对中国开展进攻式防御和空中对中国进行战略纵深打击，我们可以从两军边界的军事实力对比，看看印度说的这些可不可能成为现实。印度陆军在边境有20多万部队，有5万左右是所谓的精锐部队。这些所谓的精锐部队甚至无法完成全部的机械化，更别提剩下的15万普通部队了。不仅如此，印度陆军缺乏大量的专业设备，如装甲维修车等其他专业用途的车辆。野战防空和自行火炮基本上无法满足陆军庞大的需求。这20多万部队部署至今已经超过将近2个月了，每天庞大的食物弹药需求就让印军的后勤部门倍感吃力。如果在战时状态，这条脆弱的补给线随时就有崩溃的可能。此外，印度陆军组织已经严重落后，仍继续维持着军区、军、师、旅、团、营庞大的军队编制，这种编制已经彻底被现代化战争所淘汰掉了。而目前中国军队已经完成了军改，2020年已经实现了全军机械化，正在向信息化大踏步迈进。中国陆军改革后的编制为军、旅、营、连，削减了以往复杂的层级，提高了指挥效率。所有合成旅下属的营级作战单位全面合成化，炮兵、步兵、装甲兵等其他单位组成一个精锐营，协同作战的能力超过过去一整个团的作战能力，整个旅的综合作战能力远超印度一个师。因此，我军可以凭借少量的人数，就能与数倍于我军的印军展开压制状态。这使得印度不得不常年在中印边境部署数个军、数十个山地师和步兵师，以应对解放军的压力。至于印度空军，目前中印边境，印度拥有100架以上的现代化战机，都是印度花费巨资从俄法手中买来的先进战机，用来威慑巴基斯坦的空军力量算是足够。但是面对我国边境的远程野战的立体防空体系和隐形战机而言，无异于以卵击石。两国的各方面综合实力的差距，使得印方不得不仔细考虑与美国与虎谋皮，惹怒中国的下场会是什么样的。2，国际上的局势和印度国内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之前玩命地忽悠印度加入印太战略，针对中国，拿疫苗援助和支持印度入常来忽悠印度。而印方近些日子确实是这么做的，
在国际上采用各种方法碰瓷中国，为了讨好美国，印度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没想到，美国很快翻脸不认人，改口不支持印度入常。拜登和美国国务卿已经数次的宣称要为印度抗疫提供支持，但是被印度国内的媒体给予驳斥，称美国只不过是利用印度对抗中国。美国又在开空头支票，印度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国购买疫苗。目前印度国内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而美国的口头支援又无法彻底帮助印度，因此印度不得不考虑与中国的关系走向，毕竟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大量出口疫苗的国家。结合以上两点，可以说印度目前是有一部分人对中印两国的实力差距是有着清楚的认知的。中印现在和将来不可能发生全面冲突，之前炒作中印冲突只不过是博取美国主子的好感，以博取支持。但是随着被美国无情打脸，又对中国表示缓和，可见印方正在处于反复横跳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印度还会继续的持续一段时间。